这个男人拿着一根穿线的弯针，在煤油灯上烧红，然后慢慢穿过囚犯的眼皮，不打麻药，眼皮被一针一针缝上，是什么感觉？囚犯脸上的表情已经充分体现出来，他痛得呲牙咧嘴，可却根本没有办法挣脱，因为他的脑袋被铁圈锁着，四肢也被4个大汉死死按住，所有的疼痛和仇恨只能憋在心里。这还没完，当一切陷入黑暗，那未知的刑罚才更令人恐惧。只听到铁棍擦地的响声，在自己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，背后就被狠狠地抽打。刚开始还会惨叫，到最后连知觉都会失去。如此惨绝人寰的酷刑，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可在李公公眼里，这只不过是家常便饭，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。原来这是9监岁魏忠贤开设的禁狱，里面暗无天日，关押的全是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定下死刑的冤犯。这样折磨囚徒，就是要让他们生出滔天的怨气，因为他们泯灭了人性，是成为杀人者最合适的人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苦牢里最终剩下来的只有8个人，他们像狗一样被拴在木桩上，眼皮针线被割开，眼前呈现出久违的天空。狱卒给他们扔盆饭，他们就像饿了8辈子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好久不长，呈上李公公就下达命令，你们8个人可以使用任何手段，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免死。话音刚落，场中顿时混乱。他们个个拥有极强的求生欲，哪怕只是一丝活下去的希望，也会使他们陷入疯狂。刹那间，有几个人就在这困兽之斗中丧生。如此绝境，却有一个男子始终保持冷静。他一边吃饭，一边保持着警惕。混战很快结束，活下来的是一个浑身肌肉、面现凶恶的壮汉。他手持木棍，慢慢逼近男子。就在这时，男子抓起地上早就准备好的铁链，一把勒住壮汉脖子，获得最终胜利。但他犯了大错，没有取走壮汉性命。对方刚在他手下脱身，下一刻就要从背后偷袭。就在这时，城上一人飞身而下，一剑刺穿壮汉胸膛。此人名叫宋忠，一剑宋忠。当年他也是从这绝境中走出，成为了魏忠贤手下头号杀手。在他看来，眼前的男子最适合上路，难得承诺这一剑将来一定换他。刘公公带男子去见魏忠贤，魏忠贤对男子狱中表现甚为满意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男子回答唐保家。魏忠贤告诉他，我不用你保家卫国，我只要你为我斩杀每一个敌人。从此男子被赐予了新名字，一刀两断，唐斩。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遇事沉着冷静，善于抓住时机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杀人者。唐斩的刀越来越快，很快就成了阵营里顶级存在。这次的目标是魏忠贤的死对头兵部尚书，为了阻止他连夜直见皇上，唐斩带队埋伏在各处水桶、屋顶、河里，无一遗漏。魏忠贤称这次行动为天花行动，时至立冬，白雪就如同天上散落的花朵一般，想躲也躲不掉。深夜，尚书一队人刚刚进入寂静的京城长街，埋伏在四周的杀人者如同鬼魅般出现，瞬间就斩杀目标，8成实力。余下护卫带着尚书逃至湖心桥，藏在此处的杀手应之而起。一位名叫王寇的杀人者想抢头功，直攻目标，只是护卫拼死抵抗，尚书得以逃走，可刚进红亭就飞了回来。王寇顺势一刀刺穿尚书胸膛，正暗自高兴，却发现他早已被人拦腰斩断。没错，唐斩已经先一步给了目标一刀两断。唐斩一刀摘下尚书人头，将头功让给了王寇。他看得出来，王寇比他更需要，正因为他这一举动，让王寇心里认他做了大哥。天花行动大获成功，唐斩王寇一举成为能与宋忠比肩的顶级杀手。魏忠贤特赐3杯人参酒王给3人，以示嘉奖。与王寇、宋忠2人受宠若惊不同的是，唐斩则表现得宠辱不惊。王寇心生不解，唐斩把他带到郊区的乱葬岗，这里尸骨堆积成山，奇臭无比。唐斩告诉王寇，是这种味道让他在无数次行动之后，仍然感觉自己还是个人，也是呼吸了此地的死气，让他成为了一个绝顶的杀人者。王寇明白了其中的奥妙。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他们迎来了登陆行动，目标是最接近皇上的大国师，而他们这次更加肆意妄为。行动的地点竟然是在热闹非凡的大街。随着唐斩点燃灯笼，藏尸人群中的杀手同时动手，一场杀戮毫无征兆的开始，瞬间就数十人身首异处，热闹大街鸟遍人间丽遇。国师们见此惨状，纷纷盘坐一地，闭眼念经，似是在祈祷杀手能放下屠刀。然而他们低估了杀手的冷血。王寇、唐斩挥舞长刀，那有如实质的刀气直接让他们炸裂而亡。接着唐斩一刀展开轿子，却发现大国师竟然是个小孩，他面露狠色。这时身后传来喊声，那是一个女人，是唐斩的初恋路遥。
当年两人私定终身，可是造物弄人，私奔途中被村民拦下，自己则被送进大牢。这一刻，唐展的刀慢了下来，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失手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一旁王寇不明所以上前补刀，大国师终究没能逃脱毒手。唐展信念被打破，他放声嘶吼，飞身而去。魏忠贤大怒，他的手下不允许有逃兵，是要做他的人，死也要做他的鬼。他下令全力追杀唐展。此时的唐展状若疯癫，一佛一魔，他躲到了路遥家中，可路遥早已嫁人，连孩子都有了。孩子给唐展送饭，并告诉他自己名叫新宝。唐展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，他仿佛再次见到光明，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平静生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宋忠带队找到这里，他放火烧了村庄，屠戮村民，就是为了逼唐展现身。宋忠自信满满，一剑刺出，却不想唐展徒手接住利剑，反手一剑刺穿他的喉咙。当年说好玩他的那一剑，不曾想玩到了这里。看着跟着自己遭殃的村庄，唐展明白自己违法再过安生日子了。他再次回到魏忠贤身边，他与王寇一个狂一个傲，成为魏忠贤最心爱的部下。这次他们要杀的人是魏忠贤的死敌东林党首领。两人约定任务完成后到苦水铺喝酒赏取，谁晚到谁付酒钱。唐展找到东林党首领，原来对方竟是一直潜伏在魏忠贤身边的李公公。他痛书魏忠贤罪状，便让唐展早点收手。可他也是杀人者游戏的一员，唐展怎么会放过他？一刀穿身而过，没有留下一点伤痕与鲜血。唐展的一刀两断以真化尽。王寇明白，要打败他，必须自己先动手。早在几天前，魏忠贤就对王寇下达命令，背叛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，唐展必须死。他激将王寇，你才是天下第一杀人者。枯水铺内，两人应约而至。上一刻，两人还在推心置腹，认对方是唯一朋友。可下一刻，唐展起身拿酒，背后就传来无尽杀气，连蜥蜴蜘蛛都本能的惊慌逃窜。唐展一脚拿刀挡住王寇致命一击，两人从铺内战至铺上，又由铺上打到铺外，直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唐展使出绝学，一旁孤树瞬间被斩成两段。王寇大笑：“你的一刀两断杀不了我。”哪知下一瞬，王寇正要挥刀，自己头颅已被斩落。原来王寇一心只想成为最强杀人者，而唐展则是要终结杀人者，两人境界本就不是一个层次。唐展找到魏忠贤，他要最后以杀人者的身份来结束这个杀人者的游戏。可魏忠贤狡诈，他让手下缠住唐展，自己则利用鬼魅身法从背后偷袭。可他似乎忘了，唐展并不怕痛，他硬扛魏忠贤一记铁爪，一刀斩断他的手臂，又一刀送他下了地狱。唐展用这把来自地狱的刀斩掉了所有来自地狱的人。